大家好，这里是穷奢极欲，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。根据中国官方2023年底的失业率数据，该国30到59岁族群约有 3.9% 失业，远低过16到29岁的年轻族群。然而最近该国媒体却在热论青壮年转职的话题。近年社交媒体上更流传一个说法，中国中年人如果丢了工作，还有保底3件套可以续命，那就是跑外送、开网约车与卖保险。本期影片就要来聊聊这个话题。42岁的贾慧2023年进入保险业。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自己最初在北京一所高中当英文老师，但庞大的工作压力迫使他放弃这份外界眼中的铁饭碗。靠着多年的积蓄，贾慧在2018年转进民宿业，也赚了不少钱，一度同时经营6间民宿。然而旅游业的野蛮生长，最终导致行业内卷，加上新冠疫情爆发，贾慧只好再度转行，将民宿卖掉后开了咖啡店。没想到中国经济陷入动荡，接连发生的白领裁员潮与消费降级，让咖啡店的生意每况愈下，最终不止所有的积蓄赔了进去，还欠了银行大笔债务。年届中年的贾慧这时决定转行卖保险，希望能借此填补债务的黑洞。在中国，贾慧的故事并非特例，早在2019年，央视就曾探讨过中年转职的议题。当时也有一种说法，资深媒体人如果要转型，通常会先做公关，接着再搞自媒体，再不行就做微商，如果都失败了，就会去买保险。近年中国的科技业爆发裁员潮，转职话题也延烧到大厂员工。2023年底就有报道指出，随着中国政府加重监管与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，导致中国科技企业被迫进行薪资结构优化，也就是把薪酬较高的老鸟辞退，再补进低薪的年轻员工。光从2021年7月到2022年3月，腾讯等12家大型网络公司就有多达22万人离职，同时却也招聘了30万名新血。以上状况让不少半资深的劳工在30多岁面临转行关卡，而保险业就成了常见的选项之一。在许多人心中，一个人想要转职，通常不会远离原有赛道，同时还会考虑2个条件，那就是职位与薪资，至少要有一项比原本的更好。这不禁让人好奇，保险、开车与外送这些低门槛的选项，为何成为中国中年人的保底3宝？这里我们先合理推论，这种说法之所以获得流行，关键在于适用性高，几乎适用于所有人身上，因此容易引起共鸣。事实上，并非所有人转职都往这3条路走，然而这份说法的背后，却也凸显出中国中年族群的职场困境。我们在片头提过，中国30到59岁族群的失业率为 3.9%， 跟其他年龄层相比并不算高，但他们仍有转职上的压力。全球资讯公司艾瑞博2023年初针对超过600名中企高管进行调查，结果有7%的受访者预期经济下行的趋势将持续超过1年，更有1%的企业已展开裁员，并有将近半数企业预计在未来1年内缩编或停止招聘。与此同时，降本增效也成为中国职场的流行词。以科技业来说，2023年光是半导体设备与制造领域就有10多家知名企业裁员。至于房地产业，全年的开发投资金额年减更达到1%，其中商业营业用房投资年减更高达7%。如果把调查限缩在百强房企，有将近70%的公司业绩处于衰退的状态，并导致大规模的人员流动。台湾中央社便访问到中国房产公司美德置业一名前主管，他说自己在2022年遭到裁员，而保住工作的前同事也面临降职降薪的困境。许多跟自己一起离开公司的同事早已转行，许多正在保险业工作。头部产业退烧的同时，贡献全中国80%城镇就业的中小企业则处于缓步复苏的状态。资料显示，中国中小企业当前正遭遇发展信心与市场需求不足，以及劳动力需求下滑等问题。从上到下的市场变动，让中年上班族面临被优化的压力。过往我们介绍过，中国被裁员的中年男女每天泡在咖啡店类就业的情况。与此同时，也有为数众多的人群正积极找寻下一份工作。然而，中国职场的35岁门槛却变相提高转职的难度。猎头网站智联招聘2023年的报告指出，有将近50%的中国白领受访者认为中国职场存在35岁的潜规则，超过这个年纪就很难找到新的工作，而且这个现象在网络、金融与文化产业特别严重。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，部分中国中年族群失业后很难在原有赛道重新就业，
在生活压力的逼迫之下，他们很容易就锁定低门槛的3件套。但这样的趋势对中年族群来说真是好事吗？我们先从发展上限较高的保险业来看，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不久前发布2023中国保险中介市场生态白皮书，内容提到3个重点。第一，中国保险业当前正削减人数，整体销售人数在2019年达到900万人的高峰，之后便逐年减少，到了2022上半年，这个数字大幅衰落到570万人，背后原因在于2015年中国官方取消了保险代理人资格考试，大幅降低入行门槛。自此，代理人的数量在4年内翻了1倍，激烈竞争衍生出大批乱象，官方便在2019年加强监管，拉高人员素质。这也带到第2个重点，保险人员的学历在这期间有显著的提升。第3大重点是收入，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大约落在人民币3000元，但保险业的实际薪资却一点也不平均。按照该行业存在的82法则，中国只有不到20%的保险从业人员月收入达到2万元，其余多数都只有3到6千元，并有1成落在3000元以下。换句话说，卖保险虽然能创造收入，也有很高的天花板，但多数中年人转职后都还是在底部打滚。与此相比，另外2件套网约车与外送近年也面临内卷的问题。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，2023年1到11月，中国网约车的订单量年增多达6成，但在行业成长的同时，司机数量却严重饱和。2023年11月之前，中国一共核发了643万本网约车驾照，年增多达3成，这也迫使三亚、上海与重庆等地区发出饱和警报。上海甚至一度暂停受理运输证核发业务，严重饱和的情形拖累到司机的薪酬。以重庆为例，官方资料显示，2023年前10个月，中心城区的网约车日均营收为380元，但同年第3季却只有337元，代表该季营收低过前2季，而且这还没算进平台抽成。重庆官方因此提醒，当前的订单规模实际上很难支撑中心城区的网约车车辆总数。另外，也有佛山的司机对媒体抱怨，过去1年来，他每天多开2-3个小时的车，但收入却减少了35%。一名来自上海的网约车司机也表示，自己失业后全职开网约车，收入虽然跟上班时差不多，但却少了社保。2项权衡之下，他现在将开车转成兼职，另外又找了份正职工作。当前的外送行业也面临类似的状况，美团近年的骑手人数年增率都在1成以上。以杭州、长春与长沙的外送站点来说，从2022年到2023年，骑手人数都暴增了1倍。这些人有的才刚出社会，也有裁员朝下的失业者，每个人能分到的利润也因此减少。2023年有媒体实际探访，发现所有从业1年以上的受访者都表示，当年的收入是历年最差。总结来说，在中国失业率回落的当前，产业内的人员流动以及35岁门槛对中年失业族的压力，催生出保底3件套的说法，背后则是每人都可能遭遇的中年转职课题。其实不在中国，朋友们也不妨深度思考一下，今天如果换做自己，又有什么保底打算？好了，这集的穷奢就到这里。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，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，也欢迎追踪我们的脸书与 IG。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